散花天女大结局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萌讲故事。回顾一下乐仲的起源，他与琼华在归途中意外遇到了流落街头的孩子阿欣，通过一张休书确认了父子关系，从此三人如同一家。回到西安后，虽然家境破败，但琼华总能神奇地变出食物和日用品，让这个贫困的家庭过得安稳温馨。上次我们讲到乐仲午睡时，发现琼华正专注地看着他的左腿，那道多年的刀疤竟然隐隐显现出莲花的形状，花瓣轮廓清晰，还带着淡淡的红晕，仿佛要从肌肤中绽放出来。这时，乐仲的声音颤抖了。琼华看着即将盛开的莲花，眼中有种他看不懂的温柔，孝心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你当年割骨救母，这伤疤便不再是普通的疤痕了。那右腿，乐仲急忙查看另一条腿，果然，第二道刀疤也在发生同样的变化。这一天，乐仲都在恍惚中度过。莲花的意象让他心绪难平，而琼华的神秘更让他疑惑重重。到了夜晚，他终于忍不住走到院中寻找琼华。琼华，乐仲找到他时说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些日子发生的事。”琼华回头看他，月光下他的侧脸如玉雕般精致。有些话时候未到不能说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的相遇不是偶然。夏夜如水，槐花正香。琼华站在树影中，身形轻柔的仿佛随时会融入夜色。乐仲心中升起一种奇异的感觉，眼前这个女子似乎本就不属于这个尘世。接下来的几日，乐仲总是恍恍惚惚。他发现琼华的房中时常有淡淡的光晕，那光芒温和圣洁，如佛前青灯。而他走过的地方，连花草都长得格外茂盛。邻居王老三来串门时，忍不住感叹：“乐兄弟，你家这院子邪门得很。”“怎么说？我家田地和你家就隔着一堵墙，可我那边的庄稼怎么都不如你这边长得好。还有啊。”王老三压低声音，“昨夜我起来解手，远远看见你家房顶上有瑞光。”“瑞光？就是那种金灿灿的瑞光。”王老三摸摸头，说来也怪，自从你家来了这位娘子，我夜里睡得特别安稳，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梦都没了。王老三走后，乐仲找到琼华，他正在教阿欣写字，小童子趴在石桌上，一笔一画写得认真。“琼华，邻居说我们家有瑞光，这……”琼华放下阿欣的手，直视乐仲的眼睛，“你想知道真相吗？”乐仲心跳加速，想：“那今夜三更，你就会知道一切。”琼华的眼中掠过一丝不舍，不过有些事一旦说破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当夜，乐仲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。月上中天时，他忽然听到院中传来轻微的响动，像是有人在轻声吟诵。他悄悄起身，透过窗缝向外看去。院中景象让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琼华立在月光中，身上散发着柔和的光辉。她的衣裙无风自动，3000青丝也轻柔地飘扬着。她的脚下慢慢浮现出一朵硕大的金莲，花瓣层层叠叠。乐仲呆立窗前，手足发冷。琼华似有所感，回头淡淡一笑：“既然醒了，何不出来说话？”乐仲推门而出，声音干涩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“我本是南海散花天女，法号琼华。”她的声音清越如仙乐，30年前因动凡心，被贬入红尘历劫。乐仲的声音在颤抖：“动凡心？”琼华的眼中闪过一丝苦涩：“仙者不可有凡心俗念，我犯了此戒，故被罚下凡受苦，直至劫期满方能归位。”乐仲脑中一片混乱：“那我们……你割骨救母的孝心惊动天地，你焚香祭母的真情感动仙佛，但你心中戾气太重，怨恨太深。”琼华望着乐仲腿上隐约显现的莲花：“我在凡间飘零，见你如此痛苦，便想帮帮你。所以从福州相遇开始，你接近我都是……起初我也不知为何会想要与你同行。”
琼华的声音轻得像叹息，但后来我明白了，或许是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我见你痛苦，便不由自主地想要陪伴你，帮助你。乐仲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女子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愤怒、失落、不舍，千种情绪如潮水般涌来。那你现在要离开了？琼华点点头，眼中有泪光闪动。节期已满，天庭召我归位，若再不回，便是真的违逆天命了。阿欣怎么办？他那样依恋你。阿欣是有福缘的孩子，自会平安长大。琼华走向乐仲，伸手轻按他的左腿，你可感觉到了？他们已经快要盛开了。乐仲只觉腿部一阵温热，隔着布料也能感受到那莲花的躁动，仿佛在月光下微微颤动，随时准备绽放。乐仲的声音带着哽咽，我不想让你走。琼华笑了，那笑容如春风化雨，傻子，花开花落，月圆月缺，这是天地间的常理。我虽要归去，但这段情分永远不会消失。我们还能再相见吗？琼华仰望星空，良久才轻声说道，若有缘分，或许在梦中，在花间，我们还会重逢。东方渐渐泛起鱼肚白，晨曦将至，时候到了。琼华转身走向阿欣的房间，在熟睡阿欣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。阿欣在梦中微笑，小手还做了个抱抱的动作。回到院中，琼华最后环视这个简陋的家，好好照顾阿欣，也要照顾好自己。世间一切皆是因缘，不必强求，不必怨恨。琼华，乐仲想说什么，却发现千言万语都显得苍白。琼华脚下的金莲越来越明亮，她的身影也渐渐变得虚幻。就在她即将消失的瞬间，她伸出手，微微指向了乐仲腿上的2朵莲花。刹那间，乐仲心中那些积压了多年的怨恨、痛苦、执念，如春雪遇暖阳般消融无痕。他忽然想起母亲临终时的安详，想起前妻离去时的眼泪，想起这些年来所有帮助过他的人。一切恩怨情仇，在这一刻都变得淡如云烟。原来人生本就是一场修行，原来放下就是这般轻松，原来慈悲与智慧就在一念之间。当乐仲再次抬头时，琼华已经消失无踪。天空中霞光万道，朵朵白云如莲花般漂浮，仿佛在印证刚才发生的一切并非梦境。院中槐花纷纷飘落，真如天女散花。爹，阿欣不知何时醒了，揉着眼睛走出房间，娘呢？乐仲蹲下身子，将儿子揽入怀中，娘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但她会一直保佑我们的。阿欣虽然年幼，却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乖巧的点点头，那我们要乖乖的，这样娘才会开心。从那日起，乐仲仿佛脱胎换骨，他不再借酒浇愁，不再胡乱施舍，而是踏踏实实的持家度日。白天叫阿欣读书习字，夜晚在母亲灵前焚香静坐，心境澄澈如秋水。家中光景日渐好转，乐仲做些小本生意，虽不是大富，却也衣食无忧。更奇异的是，那些年前曾经骗过他钱财的无赖们，竟陆续登门还债。乐老爷，李赖子战战兢兢地捧着一包银子，当年我骗了您5两，如今连本带利还您15两。这些年我良心不安，夜夜梦见一位仙女责备我，说是该还债了。乐仲淡然收下，也不追究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李赖子惊讶地问，您不恨我？恨有何用？乐仲笑道，人生在世，你我都是在路上的人，何必为过往的事耿耿于怀？李赖子听了这话，感动不已，从此再不赌博，靠手艺过活，倒也成了好人。类似的事情接连发生，乐仲渐渐明白，这都是琼华的安排。他虽然归返天庭，却依然在暗中守护着他们父子。光阴似箭，阿欣渐渐长大。这孩子聪明好学，品性纯良，16岁便中了秀才。娶妻时，乐仲特意在琼华曾住过的房间摆设香案，向他禀告此事。婚礼当夜，
满院槐花盛开，香气袭人，仿佛真有仙女降临。数年后，阿欣生了儿子，取名叫念恩，说是要世世代代记住琼华的恩情。乐仲抱着孙子，看着3代同堂的温馨，心中满是感恩。有时阿欣会问：“爹，您还想念娘吗？”乐仲总是微笑着回答：“想，但心中无苦，因为我知道，有些人虽然离开了，但缘分永远都在。”这一日黄昏，乐仲坐在院中逗弄孙儿，忽然闻到一阵久违的花香。他抬头望去，只见天边云彩绚烂如锦，层层叠叠宛如莲花。在那云帘深处，隐约有个身影在淡淡微笑。乐仲心中一动，抱着孙儿对天空挥手。小念恩也咯咯笑着，伸出胖嘟嘟的小手向天空招手。晚风徐来，槐花飞舞，满天花雨中，乐仲闭眼聆听，心中一片澄明。而在那看不见的虚空中，一位散花天女正含笑俯视，为这人间的美好轻舞飞扬，为这尘世的觉悟散落天花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下次再相会。别走开，主题曲马上来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同样爱听故事的朋友们。